推墙，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14号，今天呢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也就是今天呢各个州的选举人呢，他们会把票呢初步的把这个票呢投给他们这个州里面当选的总统竞选人。首先给大家播报今天所有选举人团投选今年大选，确定今年总统竞选人的这个最新消息，也就是根据我们现在了解到的网络上所播报的各州投选选举人票现在最新的状况。宾夕法尼亚州、乔治亚州、内华达州这三个州呢，都出现了一州两套投票认证，也就是宾州、乔州和内华达州，他们三州呢，既有他们民主党他州长指定的这个选举人团，也有呢这三州呢共和党人控制的议会呢把票呢投给了川普。这三个州所有的选举人票一共是32票，那么这32票无论是投给谁，谁都胜出了。那么在一州两套投票认证的这个情况下，那么变成了就是大家各投各的了。如果是大家各投各的，那么最终就看参众两院他们能接受哪一个选举人团，也就是究竟是接受是州长指定的选举人团投的票呢，还是根据州议会所指定的选举人团投的票呢？因为按照法律来讲，是应当由各州州议会来指定选举人团的。但是呢，跟往年的惯例的做法有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争议。那么这种争议最终到了美国国会，也就是国会要决定他们接受哪一个选举人团，很有可能触发美国的第12修正案，也就是这几个州他们选举的选票都不能作数，在都不作数的情况下，拜登也好，川普也好，都进入不了270张选举人票，那么最终就会由众议院以一州一票的形式来投出今年的总统竞选人。这种可能性已经完全存在了，也就是最高法院大法官最终也有可能介入。也就是目前来讲，今年这个大选现在已经到了就是最后的关头，现在已经到了白热战，这个白热战现在已经到了议会来争夺，看究竟花落谁家。那么国会呢，将在后天，也就是12月16号呢，会举行一个听证，对今年大选各种出现的各种不公平的事件或者有争议的事件，完全举行一个听证。听证以后，然后参众两院会审议今年所有选举人团报上来的选举人票，最终决定今年总统究竟是谁，是由国会决定。不是讲各个州你们投的票，你们投的票就一定能通过。你们投的票，如果议会能够完全同意，那毫无疑问来讲，就进入了新的总统当选。如果说议员有质疑，那么质疑就通过质疑的方式去解决。最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美国有现成的司法制度。我们对最终美国今年能够选出谁来当选美国总统，我们拭目以待。那么今年的情况非常复杂，这种情况复杂到什么？到我今年早晨刚刚起来，我就不断的收到我的朋友他们给我提醒的短信，也就是很多人都提醒我说是林伍德大律师呢，他呢专门发布了一个推特，他这个推特上面呢告诉大家要马上准备好粮食，准备好水，准备好弹药和枪支。这就是林伍德大律师他呢给大家提醒了一个预警，也就是说战争可能很快会爆发，这是林伍德大律师他本人做出的一个预测。那么是不是在美国马上因为总统大选的问题导致的这个宪政危机马上会发生一个内战呢？我个人呢并不这样认为，因为我觉得林伍德大律师呢他只是一个预警，他可能是一个策略，制造一些紧张的气氛。美国现在是否会发生内战，完全取决于川普总统是否有决心要通过戒严令来在美国实行军管。那么川普总统如果做出这一步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风险？他本人会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根据我对川普总统的理解，我觉得呢，他很少会这样去做。川普总统是一个君子嘛，他不是耍流氓的人嘛。他要耍流氓的人，这4年中他耍流氓的机会多了。他如果耍流氓的话，哪轮到这一次大选的时候能有那么多他早就预料好的事件出现啊？他早就会把这些评判了。他正是因为他没有耍流氓，他完全按照美国的法治来，所以呢，他寄信于美国的法治，寄信于美国的最高大法院，寄信于美国的国会，希望呢，美国的国会和美国的这些正义的人民能够维护美国的宪法，能维护美国的公平。所以这是川普总统他的出发点，他呢不会跟你去耍流氓行为。所以说呢，很多人说川普总统可能是学着项羽啊，至死不肯过江东啊，到了功亏一篑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再不动手，什么时候动手啊？他们认为是这样，我觉得川普总统是遵守法治的，因为川普总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最终最高法院认定，如果最终美国国会都认定今年的选举结果
他会愉快的离开白宫的，也就是他会很绅士的离开白宫，而绝不是像有人认为川普总统会赖在白宫。川普总统根本不是这样的人，那种有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人，我们看都不要去看。因此呢，我可以认为川普总统下令军管、下令戒严的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但你说有没有可能？当然有这个可能，这种可能也就是大量的证据摆在面前，明确的能认定是国外敌对势力颠覆了美国这次大选，由国外的这些敌对势力对美国大选进行了干扰，同时操纵了美国大选，改变了美国大选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川普总统，他去惩办这些叛国者和内外勾结的这些间谍，那么川普总统下令军管是完全是有法可依的。但是川普总统呢，他实际上是把希望呢建立在1月6号，他认为1月6号呢，美国国会呢将清点选举人团的所有选票，到那时候呢才能够正式的尘埃落定。因为1月6号呢，实际上是美国国会清点选举人团选票的最后的日子，然后再过半个月，就是1月20号，美国新总统呢就要在白宫就任。所以呢，按照往年的惯例，今天呢，也就是12月14号，美国538位选举人团呢将在今天呢就投票。这个投票呢，是一般来说都是各州会把所有选举人票都投给在该州选民投票中胜出的那个人，我们叫一票通吃，也就是谁在这个州赢下，所有的票呢通通归他。只有2个州特殊，这2个州呢就是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这2个州呢是按照得票的比例来分配选举人票的。也就是说，今天呢，按道理，美国所有的州都会把他们的选举人票，也就是一共538张票，投给川普或者投给拜登。那么对于这个结果是否能够认证呢？这就看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们对选举结果是否会提出异议了。因为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如果参众两院的议员有人对这个结果提出异议，那么两院都各自要讨论是否批准今年现在的这个选举结果。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叫布鲁克斯，他呢在众议员的一群盟友的支持下，他已经明确就说，他要挑战有几个他认为不公平选举的州，这几个州的选举结果他不能确认。那主要指的就是亚利桑那州、宾夕法尼亚州、内华达州、乔治亚州和威斯康星州这几个州的选举结果他不能够确认。他说，根据宪法，在决定选举结果方面，我们比最高法院、比任何联邦法院的法官都更有权威，都更能做出最终的结果决定。布鲁克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之后就明确就说，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是最后的一个判决。因为根据宪法和1887年美国通过的选举继权法规定的这个原则，必须呢以书面形式呢有议员呢提交他们对现在选举结果不满意的决定，同时呢至少要附上一名参议院的签名。也就是说，无论是几个众议院他们提出，那么必须要有一个参议员他本人也签名附和这个意见。那么目前来讲，美国不止一名参议员愿意签名表示支持，包括威斯康星州的约翰逊和肯塔基州的保罗，他们都愿意签名附议这个意见。也就是说，众议院里面必然有议员反对这个结果，而且参议院里面有人附和，这就符合美国宪法和1887年的选举基础法规定的原则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有议员对现在的结果质疑，这个结果不能得到确认的情况下，那么怎么办呢？也就是说，一旦国会有议员反对现在的计票结果，那么参议员和众议员就应当回到各自的议票厅，进行至少2个小时以上的辩论，然后就是否取消某州的投票结果进行投票。也就是说，参议院和众议院他们都有权利对某个州投票结果表示不信任以后，他们进行投票以后，是否宣布取消这个州的投票结果。那么这个投票必须是参众两院全部要双双同意才可以取消这个州，否则是不能通过的。也就是不管是参议院他们否决掉，或者是众议院否决掉，单数否决没有用，要参众两院全部双双同意才能否决掉某一个州的选举结果。那么被否决掉的这个州的选举结果，如果一旦成立的话，那就要看今年双方竞选的这个当事人，也就是拜登和川普，他们是否有人仍然能进入270张选举人票。如果2个人都进入不了，那毫无疑问来讲就会进入议会选举程序。只不过呢，这种情况呢，自19世纪以来从来呢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么今年会不会发生？今年会不会发生都不好说，因为今年太特殊了，所以说今年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美国的制度决定。美国的制度呢，它是非常优秀的。大家都知道，历经200多年来，美国的制度呢是非常非常优秀，它经历了多方面的考验。
都显示出美国国父们制定的制度的前瞻性和伟大性。但是你再好的制度都抵不住人心的恶，都抵不住人心的败坏啊！也就是到了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人心的险恶和人心的败坏是美国国父们完全想不到的啊。我们就拿今年新冠疫情死亡数这个来举例。今年很多人都认为美国因为新冠疫情大量的死人啊，死了20多万，这么20多万死亡的人数，他们全部算到川普总统的头上，说是川普总统对新冠疫情它防治不力，导致美国的全面感染，导致美国大面积的死亡人数上升，现在已经死了20多万。事实是这样的吗？2020年截止到11月，现在美国的总的死亡人数，现在这个数据已经出台了，也就是说，今年美国总的死亡人数也就250万人，它的死亡人数比前5年每一年来讲，今年2020年它的死亡人数都要少。大家可以看这张表格，这张表格上面列举了从2016、2017、2018、2019到2020这5年里面，今年死亡的人数是最少的。你把10年的这个死亡人数拿出来比，也就是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这10年的死亡人数来讲，最低的一年也就是250万人。那么今年死亡人数全美国也就是250万人。那么也就是说，那多死的25万人在哪里呢？为什么这个数据里面体现不出来呢？也就是新冠疫情对美国造成那么大的损伤，死亡那么多人，为什么它的总的死亡人数在10年来是属于最低的一个数据呢？这人们就要不要回过头来问，为什么这个社会上广泛流传到新冠疫情造成了大量的死亡，都是川普防治不力？那真正这个死亡它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你回过头来一看你就知道了。因为美国民主党啊，它是控制了美国人口众多的大城市，那么美国所有我们叫得出名字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是民主党控制，纽约、洛杉矶、旧金山、休斯顿、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地区、费城，所有这些你能叫得出名字的这个美国的大城市，人口集中的大城市，都是民主党在管理。而民主党管理这个城市，他们对这个防疫，他们就一味的扩大这个疫情，因为他们扩大疫情就可以抹黑川普嘛，就告诉外界现在这个疫情那么严重，那么产生的那么厉害，都是川普防治不力嘛。而且他们鼓励把所有的死亡原因一律写为新冠疫情，不管你是怎么死的，都算是新冠死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病人根本就不是新冠疫情死的，他们仍然要把你上呼吸机，仍然要装模作样给你做一下什么最后的治疗，然后把你宣布是新冠疫情导致死的。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因为新冠感染导致死亡，一来是可以抹黑川普嘛，说明是川普防治不力嘛，增加选民们对川普的痛恨嘛。第二个，医院里面可以拿到联邦政府的补助，也就是任何一个病人因为新冠疫情死亡的话，联邦政府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补助的。那么除了医院要这样做，那么病人家属啊、保险公司啊，他们把自己的病人认定为新冠疫情死亡的话，同样都可以申请联邦的补助。这样的话，也就变成了医院、保险公司、病人家属，还有民主党所有抹黑川普的人都愿意这么去做。那么所有人的利益都可以最大化，那么最终倒霉的就是川普和国家哇，也就是川普要背上骂名，而国家要白白的拿出纳税的人钱来补偿这些假冒的这些新冠死亡的人。这就是美国的现状啊！这就是我们讲制度再好，你也抵不住人心的变坏。人心一旦变坏，随便你什么样的制度，他都会去改变制度，他都会去钻制度的空子。过去美国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最近这20-30年，在中共渗透以后，美国的政客已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报道，现任司法部长巴尔的主要财富都来自于他从事政府工作以外赚到的。也就是他担任政府的部长，并不是赚很多钱，但是部长之外这个职务之外，他有很大的收入。他在2007年之前，他在私企中每年获得的收入是200万美元，另外他的股票收益有300万美元。到了2018年之后，他一次头就获得了那个斗米尼公司现金奖励120万美元，而且股票奖励还有110万美元。所以你感觉到奇怪不奇怪哇？在本轮大选中，大家争议最大的斗米尼公司、斗米尼机器，居然巴尔这个司法部长能够从这个公司能获得120万的现金奖励，还有股票奖励110万美元，也就是巴尔这330万美元是来自于斗米尼公司。你相信巴尔他是能够忠心于川普的吗？
他这个被川普认定为一个信任的国家的司法部长、国家的总检察长，为什么巴尔在整个大选期间他不公布亨特·拜登所有那些腐败的那些证据啊？为什么巴尔所管理的联邦调查局在去年川普总统被弹劾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已经掌握了亨特·拜登的那几块硬盘？为什么从来不把这些证据拿出来啊？为什么巴尔在整个大选之后，他声称说大选非常的公平，大选一点问题没有，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公平的大选？巴尔为什么要讲出这样的话？所以说，川普他作为政治素人，他确实他在整个华盛顿地区，在美国的官僚系统，他没有什么他自己的人，他只是通过他自己的观察，通过他的信任，通过他认为你应当维护美国宪法来选拔官员的。而巴尔这个野心狼被川普选中以后，他不但不忠于川普，他也不忠于美国的法律，他也不忠于他自己的职守。巴尔最后扮演的就是一个背后上冷箭的一个坚定的政客。川普总统把他任命为这么重要的司法部长，除了川普看走眼之外，巴尔这样的人物在华盛顿沼泽里面有的是。所以说，川普要把这些人全部铲除，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啊，因为坏人太多了啊，帮川普的人实在是太少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就在上个礼拜，他公布了，也就是奥巴马执政的时候，中情局局长叫布伦南，公布了布伦南和克林顿、希拉里一起谋害川普的计划。他的最新公布就让我们看到了前中情局局长布伦南跟克林顿、跟希拉里一起谋害川普的所有的证据。那么这些证据都放在这儿，美国的司法要不要作为呢？美国的司法部作为巴尔是总检察长，是美国司法部长，要不要派独立检察官去调查，然后把这个黑幕揭开，然后还美国法律一个公平呢？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巴尔他始终没有这样做。那么川普会不会这样做？川普应不应该这样做？因为川普不可以自己直接任命检察官，他是需要司法部来任命。但是川普要求司法部这么做，那巴尔顶着不办，川普又怎么办呢？所以川普我觉得不能够学项羽，不能够妇人之仁，这个时候就应该拿掉巴尔，铲除巴尔，把巴尔的职务解除，派一个自己信任的人来担任司法部长，然后去调查那些所有违反宪法的那些所有出现的不公平的各种事件。这时候川普要当仁不让，不能学项羽，绝对不可以学项羽，至死不过江东，不要维护你那个面子，而是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因为川普现在维护个人的名誉，就是维护国家的利益。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川普总统不可以再退让了，还往哪退呢？共产党都打到家门口了。根据这几天加州的媒体不断的报道，发现越来越多的加州的政客跟中共这个女间谍叫芳芳，他们的过从甚密啊。用横扫加州湾区政团来形容芳芳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可以讲，芳芳已经创造了史上最豪放的中国女间谍的历史。她一个人基本上搞定了4个国会议员，搞定了多个市长，加州湾区的市长基本上都给他搞定了。你看这几张图片上面，那个最后一张照片最胖的这个市长就是弗雷蒙的这个市长，有的网友形容他就跟雷震富一样，也就是芳芳，你看他这个打扮，他跟这个市长，你认为他们没上床吗？他们没上床能有这样的造型吗？所以说芳芳他不靠上床，他能够去搞定那么多市长吗？短短几年啊，一大批美国的市长和国会议员啊，全部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而芳芳这个人，当他跟俄亥俄一个市长车震败露后，他很冷静地说他在学英语啊，他跟市长在学英语啊。所以说，中共的女间谍想培养出芳芳这样的人，打入美国，渗透到美国政坛的，你觉得就是一个芳芳吗？几百个、几千个，现在无数个芳芳在美国大小活动。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往哪退让呢？共产党就通过这种方式，最终俘虏了美国的政客，然后把美国的政客把他们先拖上床，然后拖下水，然后这些人就为共产党服务，然后这些人就把美国搞乱。今天所有美国这个制度的败坏，它绝不仅仅是民主党一党责任，这是一个全球的左派大联盟。这个左派大联盟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后台，然后吸收了一部分纳粹，也就是犹太势力，他们具有那种纳粹思维的，然后推广共产主义的黑名贵，推广共产主义安提法行为的这种全球的左派大联盟。这个左派大联盟在美国今天他们能够那么猖狂，就是因为左派势力他现在已经横扫美国的传统势力。中国共产党已经把他们大量的干部，他们的党员已经渗透到全球各地。根据 Sky News 记者马克森的报道，现在已经有195万个海外的中共党员的名单已经全部曝光。 There has now been a major leak of official record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is believed to be the first leak of its kind in the world, a register with the details of nearly 2 million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t includes their name, party position, birth date, national ID number, ethnicity, and in some cases, even their phone number. What's amazing about this database is not just that it exposes people who are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who are now living and working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Australia to the US to the UK, but it's amazing because it lifts the lid on how the party operates under President and Chairman Xi Jinping. But this leak shows that party branches are embedded in some of the world's biggest companies and even inside government agencies. That's right, Communist Party branches have been set up inside Western companies, allowing the infiltration of those companies by CCP members who, if called on, are answerable directly to the Communist Party, to the chairman, the president himself. Along with the personal identifying details of 1.95 million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mostly from Shanghai, there are also the details of 79,000 Communist Party branches, many of them inside companies. 这个195万个中共党员啊，再加上他们的家属，你说这些人有多少人渗透在海外啊？他们全部潜入在欧美大国的重要的官商部门，有的是跟政府直接打交道的各种智囊团、各种智库、各种机构，有的是全球各大重要的商业集团。全球500强企业，所以说这些企业里面都有大量的中共党员直接在里面工作，直接在这些企业里面担负的高管、担负的各种职务。那么他们对美国的渗透、对全球的渗透，足以达到颠覆世界、颠覆美国的作用。所以说，川普总统在他这个任期上是看到了中共对美国步步紧逼这个态势，因此只有川普总统在他这个任期之内才宣布所有共产党员不得随便入境美国啊！对共产党员在美国的一律不能申办绿卡，一律不能办理入籍手续。对于那种已经持有10年前的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家属，他们只可以单次入境美国，最多30天，处理完你们的事情就再也不要来了。也就是共产党员，所有的共产党员和他的直系亲属是不可以进入美国的。那么基本上就断了共产党的路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中共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中共的那些家属，还是他们的儿女派往美国的，几乎所有来到美国的人，他们的家人或他们的直系亲属，人人是共产党员的。如果美国断了这条路，共产党员和他们的直系亲属都不可以进入美国的话，那么美国是可以清除一大批共产党对美国的祸害的，就怕这个政策执行不下去。如果川普不能连任，你觉得这个政策能执行下去吗？那拜登会去执行这个政策吗？拜登跟共产党勾兑还来不及，把共产党请到美国来还来不及。所谓全球化就是把美国葬送给中国啊！因此中共已经完全尝到了全球化给他带来的甜头，中共就推举全球化，就希望把全世界的资本通通跟中共结合以后，然后通过资本渗透到你们国家，最终颠覆你们的制度。中共这30年来可以讲对美国对世界的侵害，这还不放在眼前，你还看不到吗？就一个方方的横扫了整个加州湾区，横扫了这么多市长议员，搞倒了4个国会议员。那么你觉得在美国就一个方方吗？几百几千个方方在美国早就把美国颠覆完了。你去查一查美国那些政客，只要他们跟中国有亲戚、跟中国有往来、跟中国有生意的，你看有几个人他们身边没有出现过像方方这样的人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不能再等待了，继续等待的结果也就是中共最终有一天就完全演变了美国。中共趁着美国现在宪政危机，趁着现在新当选的总统还没有确认，他们除了在自己国内大肆的施加文字狱，对那些异议人士大肆的抓捕和审判，同时对香港步步紧逼，抓捕了大量的香港的反对者，对黎智英、黄之锋、周挺之类的人给予了实行判刑和收监，同时给黎智英又增加了违反国安法的新的罪名。连黎智英他自己在推特上面，因为俘虏了蔡英文、俘虏了蓬佩奥都算有罪。所以中共现在没有什么忌惮，一边在镇压自己本国人民，一边一边对美国的盟国、对澳大利亚、对加拿大，对他们进行狠狠的报复。中共对人家澳大利亚不断的报复，对人家澳大利亚的牛肉，对人家澳大利亚的奶粉，尤其对人家澳大利亚的红酒，增额高收关税，想去吓阻人家澳大利亚，对人家澳大利亚进行威逼。那么你觉得澳大利亚是吃素的了？澳大利亚就能够给你们这样的威胁了？澳大利亚马上就反击啊！现在国际铁矿石市场的价格突然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
澳大利亚是掌握着全球铁矿石的定价权的。中国每年从海外进口要进口10多亿吨的铁矿石，在短短1个月内，铁矿石的价格每吨就上涨了250多块。这250多块不光是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啊，全球的铁矿石价格上涨了250多块。为什么？那是澳大利亚提价哇，因为澳大利亚掌握的对铁矿石的全球定价权。按照这个价格来算，按照1年来计算的话，中共光购买铁矿石1年增加的这个负担就达到了2500多亿。这2500多亿澳元要买多少瓶澳大利亚红酒啊？所以你去制裁人家澳大利亚，最终来讲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你制裁的那一点红酒能收多少一点关税，能吓住人家澳大利亚多少？人家的红酒不是要都卖给你中国，卖往全世界都可以。再说你增加那点红酒的关税，抵得上2500亿你进口铁矿石的价格吗？你中共能够不依赖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吗？你中共能够不依赖铁矿石，你中共还能保证你的国内生产吗？也就是光铁矿石进口这一项，中共每年就要多支出2500亿，你活该！你根本就没算过这个账。习近平那帮智囊团，那帮什么国策顾问，那什么经济顾问，都是一帮酒囊饭袋。他们给习近平出台的所有打击别的国家、威胁别的国家的政策，到最后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哪一次不是这样？现在就是看国际社会是否能够站在正义的一边，去遏制中共和各种共产主义势力对全球的侵扰、对全球的渗透，防止共产主义颠覆全世界正义价值观的时候。根据路透社12月12号报告，瑞士已经冻结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金融资产。瑞士政府称，卢卡申科和他的儿子维克多是被禁止进入瑞士的15人之一。整个瑞士对卢卡申科冻结的财产达到几十亿美金啊！你想想看，卢卡申科一个白俄罗斯的总统，他就有几十亿的财产，那么习近平有多少呢？共产主义的这些专制者，他们有多少资产呢？这些资产他们不敢存在国内，都存在海外啊。那么瑞士政府能冻结卢卡申科，不能冻结你中国共产党的这些高级官员吗？这就看美国政府怎么做。可以讲，美国政府如果跟瑞士政府配合的话，那么最终就可以冻结所有这些高级官员、中共这些达官贵人，他们海外的情妇、海外的家人，他们个人的资产，把这些资产冻结了以后，来赔偿全世界今天中共给全世界造成的新冠疫情的损失。所以说完全做得到啊！如果川普总统在任，肯定这件事是可以往前推进的。至于拜登来就算了，拜登跟中共勾兑也来不及，他还去惩罚中共呢，他不被中共惩罚就不错的了。所以最终拜登的结果大家都看得到，民主党本来是下得一盘棋的，拜登这种人他执政不了几天的，一个老年痴呆儿连一个完整的句子都讲不好的，拜登上台要不了2天，他们就以拜登儿子亨特拜登他这个硬盘门有腐败为名，以拜登年老昏花身体不行为名，让拜登出局，让贺锦丽上，然后贺锦丽再去任命奥巴马为副总统，贺锦丽跟奥巴马两人就可以颠覆美国，就可以搞乱美国，最终美国经过他们这一轮，美国就报废了，美国就是南非，美国就是委内瑞拉，美国说不定还不如南非和委内瑞拉。你到了那一天，你那时候再想回头来挽救美国，来不及了。所以说，今天的美国政客和所有正义的美国人民，你们还能再继续等待吗？到了这个时候，还能不捍卫美国的宪法，保卫美国的传统价值观，来捍卫我们每一个在美国这个土地上的自由的权利吗？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到这里。明天呢，因为我要开庭，也就是上个礼拜跟蚂蚁帮这个王文耿告他的这个庭呢没有开完，法官呢决定在15号，就明天继续开庭。因此呢，明天我给大家出节目呢会出的比较晚，请大家呢耐心等待，谢谢大家。